那一刻其实很安静，没有任何戏剧性的转折，也没有突然出现的答案，只是我在某个清晨醒来，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急了。过去的我总是下意识地往前冲，害怕一停下来就会被抛下，害怕如果不够努力，幸福就会转身离开。于是我追逐结果，追逐认可，追逐一个看起来应该要成为的自己，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用力里，越来越听不见内心的声音。我以为那叫上进，后来才懂，那其实是一种不信任，不信任时间，不信任生命的节奏，更不信任自己，是否就算慢一点，也依然值得被善待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那种累不是身体的，而是一种长期紧绷后的空洞，像是心一直抓着什么，却又什么都抓不住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今天什么都不证明，什么都不追，只是好好活着，世界真的会因此抛弃我吗？那是一个很小的念头，却像在内心打开了一条缝。我第一次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已经安全，而是因为我愿意相信，安全不需要靠追逐换来。当我停止向外奔跑，我才发现自己一直站在原地，用力地挥手，希望被世界看见，而世界其实一直在那里，只是等我安静下来，好让我看见它正在靠近。那不是奇迹，更像是一种对齐。当内在不再拉扯，外在自然找到了方向。我开始感觉到，很多事情不是我去争取来的，而是在我放松的瞬间，悄悄走到我身边。有人说，那是运气变好了，但我知道，那只是我不再用恐惧做决定。当我不再追逐关系，反而遇见愿意留下的人；当我不再追逐成就，反而开始做出真正属于我的选择；当我不再追逐肯定，内心的稳定让世界自然回应。那种靠近不是急切的，而是温柔的，像是生活在轻声对我说，你终于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了。我慢慢理解，追逐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个信念，那就是现在的我不够。而当我停止追逐，其实是在对自己说，就算此刻什么都没有多做，我也没有少一分价值。这样的状态改变了我的频率，不是刻意的，而是自然的。心理学里说，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焦虑，大脑会不断扫描威胁，世界就会看起来处处不足。而当我放下追逐，神经系统慢慢安定，我开始看见支持，而不是缺口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回到身体，回到当下的能力。我不再急着证明未来，于是当下开始变得完整。也正是在那样的完整里，机会、关系、灵感，像是找到了入口，一个一个出现。我才明白，世界从来不是被追来的，而是被允许靠近的。当我不再用非得到不可的眼神看着生活，生活反而放松了肩膀。那种感觉很细微，却非常真实。你会开始发现，你不需要再提前消耗自己，去交换一个还没发生的明天。
你只需要站好，站稳，站在自己的呼吸里。当我不再追逐，不是因为我放弃了渴望，而是因为我相信，真正属于我的，不需要我耗尽自己去换。而世界，也正是在我这样相信的时候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当我不再用力，命运反而开始加速。这句话一开始听起来，其实很违反直觉，因为我们被教会的，一直都是再努力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再逼自己前进，好像只要一松手，人生就会失控。我曾经也是这样相信的，相信所有的进展都必须靠用力换来，相信只要我不够紧绷，世界就会落后我一步。于是我加快脚步，加重力道，把每一个选择都变成责任，把每一次停顿都视为退步。外表看起来我很积极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内在其实一直在拉扯，像是踩着油门，却同时踩着刹车。我不是没有前进，而是前进得很疲惫。直到有一天，那种疲惫不再只是累，而是一种明确的讯号，在提醒我，这样的方式并没有让人生更靠近我想要的方向。我开始尝试一件很小的事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少一点用力，少一点催促，少一点自责，少一点对时间的恐慌。一开始其实很不安，因为不用力的时候，内心会出现一片空白，而那片空白曾经是我最害怕的地方。但也正是在那里，我第一次听见自己真正的感受。当我不再逼自己立刻有答案，某些模糊反而慢慢清晰。当我不再强迫事情照计划进行，事情反而开始自己找到出口。那种加速，不是外在的狂奔，而是一种内在阻力消失后的流动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过去很多停滞，并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太用力了，用力去控制结果，用力去预设路线，用力去证明我没有走错。而命运其实不需要被推着走，它需要的是空间。当我慢慢放松神经，不再时时监控自己是否落后，大脑从警戒状态退下来，创造力与直觉开始回来。这不是玄妙的奇迹，而是一种很实际的转换。当身体不再处于威胁模式，行动就不再出自恐惧，而是出自清楚。于是我开始发现，决定变得更果断，机会来得更刚好，连错过的事也不再让我怀疑整个自己。我没有更拼命，却走得更顺；我没有更急，却更快抵达该去的地方。那一刻我才懂，命运的加速往往发生在你停止对抗它的时候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再用恐惧驱动行动。当我允许事情有自己的节奏，节奏反而开始配合我。当我不再把每一步都走成考验，路途反而变得清晰。我开始信任，真正属于我的，不需要我耗尽自己去争，而那些需要用力才能留下的，也许本来就不该用那样的方式留住。当我不再用力，其实不是我变得被动，
而是我终于把力量用在对的地方，用在倾听，用在感受，用在对自己诚实。而命运就像终于等到我松开紧握的手，开始自然地向前推动。那不是失控，而是一种合作。当我不再用力，我才真正走进属于我的速度。当我不再急着抵达，风景开始靠近。这句话是在我某一次停下脚步时突然浮现的，不是因为我终于走到了哪里，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路了。以前的我总是把眼睛放在远方，盯着终点，盯着下一个阶段，盯着那个抵达之后才会安心的自己。我以为那样才算前进，以为只要速度够快，焦虑就追不上我。可越急着走，心却越空。风景明明一直存在，但我只顾着赶路，把每一段过程都当成过渡，把每一个当下都视为不够。于是生活变成了一条直线，没有层次，没有停顿，也没有真正的感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即使抵达了，也没有想象中的轻松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也许不是目的地出了问题，而是我一直在错过路途本身。我开始尝试慢下来，不是因为我不想要未来，而是因为我想知道此刻的自己到底站在哪里。当我不再急着往前冲，呼吸忽然变得清楚，身体开始告诉我，原来我早就很累了。那不是懒散，而是一种诚实。当我允许自己不用立刻抵达，心里那条紧绷的弦慢慢松开。也正是在那样的松动里，我第一次真正看见，原来生活不是一场追逐，而是一段不断靠近的过程。靠近感受，靠近理解，靠近那些曾被我忽略的小小片刻。我开始注意到光线落下来的方式，情绪转换时的细微变化，以及那些不是成果却让人安心的瞬间。风景没有变，变的是我看它的方式。当我不再用还不够快的眼神看世界，世界就不再用距离来考验我。我慢慢发现，很多美好的事情不是在终点等我，而是在我放慢时主动向我走来。那些理解我的人，那些适合我的选择，那些真正属于我的方向，都不是我拼命追来的。他们出现的时候，往往是在我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急着比较，不再急着成为谁的时候，我才懂，急着抵达其实是一种对当下的不信任。好像此刻的自己不够好，好像现在的一切只是暂时，必须快点离开。而当我愿意留下来，留下来感受，留下来呼吸，留下来与自己同在，那份不安反而慢慢消散。不是因为我找到了答案，而是因为我不再逼自己立刻要有答案。风景之所以开始靠近，是因为我终于站稳了，站在自己的节奏里，站在自己的感受里，站在一个不需要急着离开的当下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前进不是缩短距离，而是允许深度
深度的活着，深度的感受，深度的与世界互动。当我不再急着抵达，不是我放弃了方向，而是我开始相信，路途本身就有意义，而风景也正是在我这样相信的时候，一点一点走进了我的生命里。当我停止催促命运，命运反而走向我。这句话是在我某一次深深无力的时候慢慢浮现的。那不是突然想通，而是我终于承认，再怎么催，事情也不会因为我的焦虑而提前。以前的我总是用力地推着人生往前，像是害怕一停下来，整个世界就会失速。我催结果，催关系，催改变，连休息的时候，心里都在计时，好像只要慢1秒，就会错过一切。可那样的催促，并没有让我走得更快，反而让每一步都带着压力，带着一种不够好、不够快的声音。我以为那是责任感，后来才懂，那其实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。我不相信事情会自己到来，不相信就算我放松一点，人生也不会因此抛下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完成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催了。那是一种很真实的停顿，带着无助，也带着诚实。我对自己说，如果此刻什么都不发生，我也愿意待在这里。就是这样一句话，让内在第一次真正松开。当我不再对时间施压，时间好像也不再与我对立。当我停止不断检查进度，事情反而开始自然推进。那不是命运突然变好，而是我不再站在它的对立面。我才慢慢明白，催促其实是一种干扰，它让我们听不见讯号，看不见节奏，只剩下焦急的声音。当我停止催促命运，空间出现了，而空间正是转变得以发生的地方。我开始感觉到，有些安排不是迟到，而是正在路上，只是需要我不要一直拉扯。命运不是被逼出来的，它是被信任唤醒的。当我放下那种非现在不可的执念，心开始有余裕去感受，也有余裕去选择。我变得比较不急，却更清楚；我变得比较慢，却更对齐。然后我发现，很多原本卡住的事情，在我没有再追问的时候，自己动了起来。关系开始松动，方向开始明朗，连原本让我焦虑的未知，也不再那么尖锐。命运真的走向我了，不是以奔跑的姿态，而是以一种刚刚好的靠近。那种靠近，不需要我证明，也不需要我追赶，它只需要我站在原地，好好呼吸，好好相信，这一切并没有迟到。当我停止催促命运，其实是我第一次真正对他说，我愿意合作。而命运就在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温柔地向我走来。当我不再急着改变，改变悄悄开始。这句话不是在我振作的时候出现的，而是在我终于承认自己已经很疲惫的那一天。我曾经那么急着变好，急着成为更稳定的人，
更自律的人，更不会被情绪影响的人。我以为改变是一场修正，是一种必须赶上的进度，只要我够用力，现在的自己就可以被迅速替换。可是越急，内在越抗拒，每一次逼迫，都像在对自己说：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够。久而久之，我对改变产生了恐惧，因为它不再代表成长，而是一种否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放弃了想要更好的自己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意识到，在疲惫里要求蜕变，只会让心越来越紧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暂时不要变，不要立刻修正情绪，不要急着想通，不要把每一个感受都当成问题。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宽松。当我不再把改变当成任务，身体慢慢放下防备，心也终于不再逃跑。心理学里说，真正的转化发生在安全感被建立之后。而我第一次明白，原来我之所以改变不了，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我太没有被理解。当我开始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改变不再需要对抗，它像是一种自然的倾斜，在没有拉扯的时候，慢慢发生。我开始发现，某些反应不再那么强烈，某些旧有的模式不知不觉松动了。不是因为我下定了多大的决心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逼自己立刻不一样。当我不再急着改变，我才真的听见内在需要的是什么。有时候不是行动，而是休息；有时候不是突破，而是被接住；有时候不是再多一点努力，而是少一点自责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，却比任何激烈的计划都来得深。改变在那样的状态里，不再张扬，却很稳定。它不需要我宣告，也不需要我证明，只是默默的在日常里发生。我开始对自己更诚实，不再急着修补所有裂缝，而那些曾经让我卡住的地方，反而因为被允许存在，慢慢失去了力量。我才懂，急着改变其实是一种不耐烦，而不耐烦的背后，往往藏着对自己的不接纳。当我愿意留在当下，留在这个尚未完成的自己身边，改变不再是逃离，而是一种陪伴。于是它悄悄开始了，没有掌声，没有剧烈的转折，却在每一个我愿意善待自己的瞬间，累积成真正的不同。当我不再急着改变，不是我停下了成长，而是我终于让成长发生在温柔里。我不再急着抵达，灵魂开始放松。这不是我突然不想要未来了，而是我终于发现，一直赶路的自己早就忘了怎么呼吸。过去的我习惯把人生当成一条清单，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，好像只要不停前进，就能证明自己没有落后。于是我把每一天都活成通往明天的工具，把此刻的感受暂时搁置，等到抵达之后再处理。可是灵魂没有被说服，它只是不断累积疲惫。那种疲惫不是什么都不想做，
而是连想要的力气都变得很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承认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站在当下，不是因为我迷路，而是因为我太专注于前方，而忘了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。当我第一次对自己说，不用那么快也没关系，心里那条紧绷的线突然松了。那一刻没有特别的画面，却有一种深深的安静，像是身体终于被允许回到自己的节奏。我开始慢慢发现，原来急着抵达其实是一种对当下的不耐，好像现在的自己不够好，必须快点变成下一个版本，才能被允许安心。而当我不再急着抵达，灵魂才敢松手，它不再被拉着往前，不再被时间追赶，只是静静的回到呼吸里。那不是放弃方向，而是一种重新对齐。当内在不再焦躁，很多事情反而变得清楚，选择不再出于恐惧，行动不再出于补偿，而是出于一种我真的在这里的感觉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人生不是只有抵达，还有陪伴，陪伴自己走在路上，陪伴情绪慢慢浮现，陪伴那些不完美，不再被赶着修正。灵魂的放松，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不用一直防备，不用防备落后，不用防备失败，不用防备被时间抛下。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反而更愿意行动，不是因为害怕错过，而是因为内在有余裕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疲累，不是走得太慢，而是一直走在不属于自己的速度里。当我不再急着抵达，我允许自己活在过程之中，而灵魂就在被允许的那一刻，慢慢放松了下来。不是因为人生变简单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催促自己离开当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